大家好，最近比特币以及市场消息是满天飞，比如俄乌和平，或者是比特币这2天短线给的一些支撑跟压力不一定会准。有朋友问我，比特币还会不会有二只脚？我们应该如何判断？以及最近美国的经济数据，特别是这2天的一些消费数据，使降息概率已经上升到84%，所以长线有可能尽量还是看涨，但是短线也要防二只脚。国语很烂，感谢点赞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圈。另外，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，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，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，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永久返佣20%。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元指数周线的这张图表，因为有朋友问我，俄罗斯乌克兰和平或者是战争如果结束的情况下，比特币它会怎么走？它是属于利空还是利多？那我们根据美元指数，因为都知道，如果战争爆发的情况下，特别是美国如果有在支持某一个国家，比如说那一个以色列，或者是在支持乌克兰，包括历史上只要美国有支持某一个战争的情况下，美元指数一般它有可能都是空头走势。包括2022年，当时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刚爆发的时候，比特币我记得还是在4万还是5万左右，但是也是有跟大家提到，一般战争突然爆发的时候，短线有一些风险资产它有可能会大跌，但是针对整个大长线它有可能是利好。因为我们看一下，就是你如果战争有一些大国去参与的情况下，它需要资金去支持这个战争，它有可能就会印钞或者是印美元，然后去支持战争。所以2022年当时俄乌战争爆发的时候，短线一般战争爆发，市场它会用脚去投票，因为散户恐慌，价格会下跌。但是历史上根据这一个美元指数的周线的这张图表，当时我们看一下，就是美元指数涨到这个144的高点，它时间对应的是2022年的9月份，那当时比特币2022年9月份就是它的底部2万美金左右。因为历史上可以看一下，有好几次美元指数的这2个低点，我们同样用技术分析来判断2026年的这个低点，后面历史上美元指数每一次涨到2008年、09年的这2个高点，压力是压力，然后2015年、2016年这2个高点，压力也是压力，然后2022年，反正这个位置最终就是它的顶部，造就了一大波，或者是风险资产，包括比特币2万美金一路涨到10万以上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的新闻，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局势，特朗普也是有提到俄乌和平协议基本上已经达成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也就是这个美元指数，战争它有时候是两面性的，如果战争爆发的时候，有可能短期会是利空，但是大长线它有可能美元印钞。那现在如果和平的情况下，也是代表美元是不是不印了？但是我的观点是，对比特币短线或者是整个中长线，只要局势好的情况下，它有可能整个大长线也是利好这个比特币。不过短期俄罗斯跟乌克兰和平，或者是这个美元指数，是不是代表不印钞美元指数就会强劲？我是感觉不应该单单参考这一个事件，或者是就认为这个美元指数它是不是会强劲，我们应该参考其他的经济数据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，自8万美金启动的这一波上涨，它短线已经是把很重要的这一个下降趋势，那或者美元指数也没有可能继续走空。短期这2天一直在提的，我们尽量观察比特币会不会站上这个8万9，如果不站上，有朋友在问的，比特币会不会再踩二只脚？我的观点是，你要防它会不会踩二只脚，会不会在这边先盘整一个区间，如果有踩多只脚，我的观点是有可能后面也是尽量看涨。因为我们来看一下，目前美联储降息12月10号的这个概率，它已经上升到84%，所以有可能之前也是有提到一个观点，就是这一波比特币跌到8万左右，人还是同一个人在操作，只是剧本不同。这一次跌的时候再放鹰，然后跌到8万左右，现在一大堆数据出来，马上就转割，
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晚上美国公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，这一个经济数据也非常重要啊，因为它也是衡量经济活动中消费者信心水平的一个指标。如果这个值昨天晚上公布是低于预期哦，预测值是93，但是最终公布的一个数值是只有 88.7。那像这么差的一个经济数据，或者是再结合之前的那一个失业率上升到 4.4， 所以最近那一个降息概率12月份应该大概率是要继续降息的。包括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同样也是昨天晚上美国的这个零售销售的月率预测值是 0.4， 那现在环比是又下降，目前公布的数字只有 0.2， 所以这么差的经济数据，反正我的观点是，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图表。好的一点是，目前整个短线的趋势，它是先把这个下降趋势已经突破了。不过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也就是是不是同一个人，或者是不是同一个人，只是剧本不同。在 70K 的时候，当时是那个关税危机，那这一次是鹰派言论，现在是又一大堆鸽派的言论，或者是12月份板上钉钉是要降息，当然也要防哦，它这边会不会踩二字脚？因为我们看趋势，当时跌到这个低点的时候，也是第一个下降趋势突破，突破完以后，你看一下 20MA 是压力， 20MA 如果是向下的情况下，这种就是中短线的趋势，20MA 一路向下，当时这个位置也是感觉不太对啊，有可能还要洗，或者是再跌下来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包括这个趋势再突破，它也没有直接微，后面是又洗，甚至把前面的低点给跌破。所以我们观察一下目前的比特币，也就是前面在下跌的时候，之前好几天这一个持有100枚以上比特币钱包地址，金鱼也是这样子啊，大跌的时候在大买，然后涨上来这几天一直判断的89000的压力，卖了一天，然后昨天也是接近89000又卖。如果你是短线的投资者，反正89000上去你就继续格局嘛。当然前面提到的，昨天提到一个86000，我的观点是等下再讲，有可能还是看那个85000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4个小时的图表，或者是比特币会不会有二字脚，我是偏向有可能这个位置只要再放量一根，价格有可能就上去了。因为我们看一下，就是比特币这一波起来的短线里面的上升趋势啊，它的成交量上涨的时候是有量，涨的时候是有量，然后红色的蜡烛基本上量能整理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缩量，所以这个位置不然就观察吧。你如果是前面低点有买，当然我不是全部都买在这个位置，也就是这个89000目前还是很重要的一个阻力。短线的投资者，我的观点是你要防，不然我的观点是这个86000现在不看，有可能还是看这个85000，会不会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图表，狗狗币价格已经是回到这个箱体里面，不过短线这2天是有提到，你去留意狗狗币能不能突破，也就是日线的这一个布林线中轨，它同样也是这个箱体，这2根蜡烛高点的位置有可能是短线的一个压力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日线的图表，以太坊我们还是尽量观察，也就是这个$3000，最好是价格短期再来一个回到这个箱体里面去区间盘整。最后感谢大家收看，对我们